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有在留意全球资金的动向，一定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澳元正在稳步上升，而且大量的 ETF 资金正在疯狂涌入澳洲。这背后其实代表着外国资本正在悄悄布局澳洲市场。这不只是冷冰冰的新闻标题，而是一场关于财富挪动和生存智慧的较量，更是我们如何在迷雾中看清未来的关键。我今天不打算讲那些教条式的财经课，而是想分享一些关于嗅觉和布局的私人观察，带大家去看看那些真正掌握全球资源的聪明钱是怎么悄悄挪动位置的。请你一定要耐心的看到最后，因为在内容结束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个我私藏多年的惊喜 bonus 要送给你，那是我个人观察市场避坑的终极清单，绝对能帮你在混乱的局势中省掉大笔学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全世界都变得很浮躁，这里在打仗，那里在加息，我们手里的钱好像每天都在缩水，那种对未来的焦虑感其实是共通的。但我最近发现身边一些做私募和资产管理的老朋友聊天的频率变高了，但话题不再只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矽谷科技巨头，他们开始频繁地问我最近去澳洲了吗？那边感觉怎么样？说实话，我前阵子确实亲自去了一趟澳洲，那种感觉真的很微妙。如果你以为那只是一个步调很慢，大家只会冲浪喝咖啡的地方，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走在悉尼和墨尔本的街头，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我在一家看起来很低调的早午餐店坐着，隔壁桌坐着两位穿着西装但没打领带的人，满口聊的都是资源、汇率和全球布局，那种眼神里的笃定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以前大家觉得澳洲是养老圣地，但现在高端商场里的消费力简直惊人，房产的中间价也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往上窜。投资最怕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最赚钱的往往就是这种空气中已经有了味道，但新闻还没大肆报道的时刻。现在的澳洲对我来说就是这种状态。我们先来聊聊澳元升值这件事。很多人看澳元汇率只会看那几根红红绿绿的柱子，但我看的是背后的心理博弈。想象一下，如果你手里握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现在全球地缘政治乱糟糟的，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赚多少，而是安全感。澳洲现在就像是全球的天然保险箱，它离纷争中心很远，土地大，资源多，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全球刚需的供应商。只要这个世界还要盖房子、造车、用电，澳洲手里的铁矿、锂矿和天然气就是各国要跪住求买的硬通货。当全球的钱都急住想买澳洲的东西，他们就必须把手里的货币换成澳元，需求一多，汇率自然就贵。这就是为什么澳元升值其实是全世界在帮澳洲抬轿子。这背后的逻辑其实跟我们去超市买紧缺物资是一样的。当全城只有这家店供货稳定且东西品质好的时候，这家店的会员卡自然就变得值钱了。最近澳洲的 ETF 吸金量大得惊人，这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搬家的行为。外资现在根本没耐心去跟你慢慢挑哪家小公司好，他们是拿着一桶一桶的钱直接砸进整个澳洲市场。因为对于大资金来说，政治稳定就是最大的利好。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澳洲就像一个成绩稳定的优等生，他不一定会考第一名，但绝对不会突然辍学。这种心理账单是无价的。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投资人，他之前在某些新兴市场亏了大钱，他跟我感慨说现在年纪大了，不求翻倍，只求稳稳的幸福，而澳洲恰恰给了这种稳定的心理暗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外资是在悄悄布局，因为大象移动的脚步是很慢的，等普通人回过神来的时候，价格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听完刚才说的那些，你心里肯定在嘀咕，澳洲不就是挖矿的吗？除了石头，难道还有什么能让那些大户这么疯狂？其实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可能真的要跟这辈子最稳的一波红利擦肩而过了。我曾经在悉尼的一个私人聚会上遇到一个帮中东王室打理资产的专业经理人，我当时好奇地问他，你们钱多到数不完，为什么不全部投到那些最尖端、听起来最酷的矽谷科技公司？他笑了笑，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他说矽谷是为了发财，而澳洲是为了守财。这句话真的点醒了我。澳洲的经济结构就像一张非常有弹性的沙发，一边是大宗商品，也就是矿产，另一边就是金融和房地产，这两者是完美互补的。你看澳洲的四大银行，他们的获利能力在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为什么？因为澳洲人的生活重心就是房子，只要澳洲的移民政策还在持续，只要大家还想在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银行的利息就永远收不完。外资买入澳洲的 ETF，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在买澳洲银行的股票，
他们看重的就是这种收租公一般的稳定性，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手里握着几张永远不会过期的长期饭票，不管外面的风浪多大，你心里都是踏实的。而且说到政治，很多人担心澳洲夹在大国之间会很难受，但在我看来，这反而是澳洲最迷人的地方。澳洲就像是班级里那个跟谁都能说上话的同学，有些国家需要它的战略位置，有些国家需要它的资源来搞建设，需要它的农产品来喂饱肚子。这种刚需让澳洲拥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免疫力，无论国际局势怎么吵，澳洲的东西该卖还是得卖。这种防御性增长对于我们这种想让资产稳步增值的人来说，比去追逐那些随时可能跌掉一半价值的虚拟资产要靠谱得多。财富其实是一种慢下来的艺术，我在澳洲观察到真正赚大钱的人通常看起来都很闲，这种闲是因为他们买到了一种可预期的未来。就像你在经营一家小店，如果你每天都要担心明天会不会突然停电，或者门口的路会不会无预警被封掉，你根本不敢投入资本去扩张。但在澳洲规则是透明的，玩游戏的方法是确定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保护家人，守住财富是天性。澳洲给出的心理承诺就是在这里，你的努力不会因为一场政策转向而突然归零。这种安全感在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比什么都贵。除了矿产之外，澳洲的农业其实也是被低估的宝藏。你想象一下，未来的世界最缺的是什么？除了能源，就是前进的水和安全的食物。澳洲广阔的土地和高端的农业技术，让它成为了全球高端市场的私人菜篮子。我有一个朋友专门做澳洲和牛与鲍鱼出口的，他告诉我，现在不仅是货供不应求，连澳洲那些优质的农场地皮都被欧洲的基金盯上了。这不只是生意，这是一种对生存资源的绝对掌控。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外资愿意在大家都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时候悄悄的进场布局。这不仅仅是投资，这是在买一张通往未来安全世界的门票。很多人总是在等那个完美的时机，但现实是等大家都看清这张门票的价值时，门票早就涨价了，甚至卖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观察聪明钱的动向，因为他们永远比我们早走2步，他们看到的不是眼前的汇率波动，而是未来10年、20年的资源稀缺性。这种心理层面的安全感才是澳洲市场真正的护城河。如果你也感觉到了现在全球环境的压迫感，想要找一个能让自己睡得住觉的地方，澳洲的这套逻辑你一定要听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外资涌入就急住想跟风，但你必须明白，大机构的钱和我们普通人的钱属性是完全不同的。大户布局澳洲，看重的是这里的资产能够承载巨额资金且不轻易崩盘，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你最需要警惕的是变现的速度。澳洲的资产虽然稳，但它不是那种今天买明天就能翻倍卖出的投机场，尤其是在房产和某些特定产业，如果你没有预留3到5年的耐性预算，那么这波行情再好，也可能因为你急需用钱时的折价套现而变成亏损。所以，真正的投资高手在布局澳洲时，一定会同时配置一部分流动性极强的货币基金或大盘 ETF 来对冲那些硬资产的变现周期。这一点如果你没看透，很容易在资产价格上升的过程中，却因为现金流断裂而倒在黎明前。很多人心里其实都很矛盾，既害怕进场太晚被割韭菜，又害怕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这种焦虑我太理解了，因为我也曾在那种观望的痛苦中挣扎过。所以我现在要从我的实战经验出发，把最前货的具体建议，还有未来2年的走势，甚至那些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说的黑天鹅风险，一次性帮你理清楚。如果你现在问我2026年之后的澳洲市场会变成什么样，我会告诉你，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投机潮，而是一个长达10年的国运上升期。你看看现在全球都在疯什么？都在疯人工智慧，都在买那些科技大厂的股票。但你有没有想过，算力的背后是什么？是需要庞大的电力支撑，而电力需要什么？需要铜，需要锂，需要液化天然气。澳洲现在就像是全球人工智慧竞赛的超级加油站。那些大户之所以悄悄布局，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实体资源才是未来的硬通货。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万到50万左右的闲钱，想试试水温，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去瞎折腾那些听都没听过的个股，那太心累了。你应该专注在那些高分红的指数基金上。你要的是让澳洲最顶尖的那200家公司集体为你打工，每年的现金分红加上汇率升值的红利，这种复利效应会让你睡得很安稳。如果你手里有超过100万甚至更多的资金，那你的眼光就要放得更长远一点，可以开始考虑房产加上资源类资产的组合。澳洲的房子对我来说从来不只是住的地方，
它是一个完美的抗通膨工具，只要移民还在涌入，核心城市的租金回报率和增值潜力就是你最好的护城河。但我必须跟你讲真话，投资澳洲也不是躺着就能赢的，你得留意政治上的晴雨表，特别是澳洲跟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一旦风吹草动，资源股就会有波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分批进场，绝对不要一次性把子弹打光，而且你要避开那些杠杆拉得太满的项目。就像买车一样，如果你买了一辆超级耗油的跑车，油价一涨你就心疼，但如果你买的是一辆保值的品牌车，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它都能带你平安到达目的地。这种稳健的心理状态才是投资长青的秘诀。我有个朋友3年前就在看悉尼的房子，当时他总觉得价格太高，想等回调，结果等到了现在，汇率涨了，房价也涨了，他现在要多付30%的代价才能买回当初看中的那间屋子。财富的差距有时候真的就在于那一点点的行动力。外资大户不傻，他们看的是明天的价值，而不是今天的价格。我们买的不只是资产，而是一种在动荡时代里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当你拥有一份来自全球优质市场的稳定收入时，你的底气会变得完全不同。为了感谢你听到这里，我现在要把那个惊喜 bonus 送给你，这是我私藏的投资避坑清单。首先，千万别去碰澳洲2线城市的公寓，虽然便宜，但增值极慢，且管理费会吃掉你所有的利润。要看就看1线城市的带地别墅或是核心区域的联排别墅。其次，除了矿业和银行，你一定要关注澳洲的医疗保健板块。澳洲的医疗研发是全球顶尖的，随着全球老龄化，外资下一个疯抢的绝对是这个赛道。最后教你一个我常用的心理指标，去下载像 Domain 或 Real Estate 这样的房产软体，每天刷一下，看看拍卖率和留学生签证的数据。只要这2个数据是往上走的，澳洲的消费和房租市场就绝对差不了。财富只会奖励那些有准备、有胆识且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更具体、更适合普通人快速上手的澳洲资产滚雪球方案。这个方案结合了汇率波段和房地产信托的精准搭配，能让你用相对小的资金去撬动这波红利。但我知道这种实操性太强的内容，如果不感兴趣的人听了会觉得枯燥，所以我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具体的滚雪球方案，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想学方案。如果留言的人够多，我承诺会在下一期视频里完全公开，把每一个步骤都拆解给你看。最后，我还是要郑重提醒大家，以上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观察与经验分享，投资一定有风险，市场没有绝对的赢家。大家在做任何决定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最后，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现在这个局势下，你觉得是稳守现金重要，还是换成硬资产更让你心安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赞、关注并分享给你身边也在寻找机会的朋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